欢迎收看辱华的华系列节目第18集。今天我们来聊聊郭德纲。那正好呢，18这个数字啊，和他也很配啊。他的生日是1月18日，是吧？那郭德纲这2天出的事情，大家应该都知道了，是吧？那不知道我一会儿放给你们看，好吧？就是他在一场演出中啊，有一个即兴发挥啊。那我们今天这个标题呢，是说呢，他在中国的路可能已经走到头了，是吧？而且呢，他还走不了啊，是说他无法离开中国。那这个标题是不是有一点惊悚呢？我们先说一下事实啊。那么截至到现在为止，他还没有被公开宣布啊限制他出境，是吧？也没有看到公安机关对他进行这个刑事立案，是吧？然后也没有说这个他包括德云社遭到全国封杀，都还没有。现在能确定的是，武汉市文旅局对他7月24日啊，在他的那个这个演出啊，叫济公活佛啊，对他进行一个正式的立案调查。那8月12日晚啊，武汉文旅局的工作人员对媒体最新的回答仍然是说啊，正在立案，等待调查。所以我们现在还不能下结论啊，但是我想用今天这期节目给大家分析一下可能性有多大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来听一下吧，听一下。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这个版权问题啊？如果有版权问题，可能以后这个节目里就要把现在我要给大家放的这一段给剪掉啊，无所谓。现在先听吧啊。一边的太阳都要落山了，紫禁城中静悄悄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，唱起那动人的歌谣。我佛耶如来呀，妈咪妈咪哄哎哎哎哎哎哟！好啊，就是这一段演出啊，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前2句词啊，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，这是那首歌原歌里的词没有改啊，改的是第2句，紫禁城中静悄悄啊。那我觉得现在大家重点放在哪儿呢？是说他篡改红色经典，以及呢这个演出啊，他要唱的这个词儿啊没有提前报备，现场即兴的嘛。它等于就算是戏谑抗战歌曲吧，伤害集体记忆，是不是？这个是目前公众讨论的点，但其实这个并不是他这件事儿啊，或者他这个包袱啊最危险的地方。最危险的地方是你把这2句词放在今天的政治语境里，你再读一遍啊。大家记得有一个习近平经常会说的啊，反复说的一个词儿叫东升西降，对吧？这个不是大家总结的啊，你看新华社公开刊载了习近平讲话中啊，东升西降、中治西乱啊这些词儿，就用来描述现在的这个国际力量和制度的一个比较。那现在郭德纲唱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，西边啊，东升西降，太阳落山了，西降没问题啊，扣到这个题了。那东升体现在哪儿呢？对吧？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，那东边呢？东边结果是他唱的是紫禁城中静悄悄，这就是问题啊！这个就是问题。为什么静悄悄？你没动静啊！你不是说东升西降吗？东升在哪儿啊？静悄悄，预示着什么呢？所以他到底有没有在讽刺习近平？那这个我们当然他不说，我们只能自己理解，是吧？那很有意思的是，澎湃新闻啊，这2天专门发了一篇评论这个事情，对吧？当然他没有从东升西降这个角度去碰，他不敢，是吧？只是去问郭德纲，你为什么把微山湖改成紫禁城？是不是？他就说呢，这首歌啊叫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啊，说这不是一首普通歌曲啊，它承载着牺牲、坚守和胜利啊，具有公共属性啊，需要保持必要的敬畏和克制。那它里面最后一句话，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去看啊，叫不容置疑的严肃性。就说这首歌啊，不容置疑，它有严肃性。
那这里边你看啊，郭德纲这事儿目前啊有2个问题，对吧？第一个问题是说他没有报备，这是可以这个有法可依的啊，因为法律规定了嘛，要报备。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法律不合理，但是毕竟这个法律存在，所以这是可以拿法律去扣他帽子的点，说你没报备。但现在呢，除了这个上升到第2层啊，是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，就是你为什么不严肃、不庄重？这跟报备不报备是2回事了啊！报备很好解决，对吧？你就是罚款呗，我违法了罚款嘛，整改结案了这事儿。但是这个庄重啊、敬畏、集体记忆、情感底线，这些话就麻烦了，因为它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标准，对吧？那你到底怎么样算敬畏呢？怎么样算足够严肃呢？那很有意思的就是说，现在这个事情啊，我们做一个头脑风暴啊。那假设郭德纲提前报备了，说我要这么唱，那武汉文旅局能批准吗？那肯定还是不会批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觉得到第2层啊，澎湃新闻现在点到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价值取向问题啊，还不是最可怕的。还有第3层，就是我刚才说的，你是不是在影射习近平啊？这个就非常严重了啊！我觉得，怎么说呢？如果到第3层成立的话啊，就有人真的往这个角度去扣他帽子的话，那就不只是罚款了，对吧？他还不差这点罚款的钱，那可能就是全面的封杀了啊！郭德纲甚至德云社啊，全面的封杀。那就是说明郭德纲在中国的路走到头了，这个不是危言耸听，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啊。但是很麻烦的是，郭德纲不止他一个人啊，德云社上上下下这么多人啊，这么多人的饭碗，差不多30年吧，啊，建立起来的整个算是一个商业文化小帝国了吧，就一下就让你失去生存空间。那好，走到头，中国的路走到头，那他可以离开中国呀？有没有可能？网上现在盛传呢，说郭德纲早就办好了这个澳大利亚身份了啊。但是其实这个传言啊，已经流传了10多年了，就2013年的时候就有流传啊，甚至西城区就是还向郭德纲本人核实过，就说你是不是移民了？但他否认，他说没有啊，我是天津户口啊，我中国籍没有。那就是说他有没有拿到这个澳大利亚的永居，是吧？那现在都是传闻嘛，没有实际的证据。那好，我们就算他有啊，澳洲永居啊，那有没有用？你呢还能不能出得去？那又恰巧就是最近这个出入境管理法又新规又出来了，对吧？里面第12条规定啊，就是说中国公民如果成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、犯罪嫌疑人，或者存在法院决定限制出境等法定情形，可以不准出境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个制度空间的问题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，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可以决定不准你出境。那如果说郭德纲你这个问题啊，已经不是没报备那么简单了，也不是说你去这个戏谑这个革命歌曲这么简单了，再上升一层啊，背后的原因是说你调侃了习近平，但是官方肯定不会这么说，对吧？但是官方会说你出去了还会演出，啊，你还会用这样的方式，因为你伤害的是我们民族的感情啊。对吧？你伤害的是这个红色经典，那这些东西是国家整个叙事的一部分，这就是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呀。那以这个名义不准你出境，也是有法可依啦。现在，那你怎么办？对吧？你怎么办？当然，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传出来说被限制出境了，是吧？但是这种可能性一直存在。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呢，就是说，对于郭德纲而言啊，现在最尴尬的是说，假设你现在还可以跑，还没有限制你出境，但是你能跑吗？这是一个非常两难的抉择，对吧？就是说，你如果啊，你现在真的离开了、出境了，那你会被舆论说成什么？
就说你跑路了嘛，对吧？这事儿刚一出，你心虚了，跑路了，早就有准备啊！你本来做这个事儿就是为了影射谁谁谁，你这个帽子就更大了，对吧？那你肯定是回不来了。那你不跑，那你就等于就跟这个温水煮青蛙一样，就等吧，对吧？但是很有可能现在已经跑不了了啊。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有很荒诞的一层啊，就是这首歌啊，谈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啊，1956年的一首歌啊，一首这是一个革命电影啊，就《铁道游击队》里面的歌。那有意思的是呢，这首歌在60年前啊，我们讲文革的时候也出过事儿啊。那时候是怎么出事儿呢？是把这部电影《铁道游击队》啊列为叫毒草电影。当时是被批判的，说你这个电影有问题啊，展现了一些什么那个个人英雄主义啊，没有太多的宣扬这个党的领导啊等等。而且这首曲子，这首歌曲啊也有问题，对吧？当时这里面不是唱吗？这个作词人应该叫吕其明啊，叫唱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，是吧？那当时的太阳是谁啊？毛泽东是吧？红太阳。那么不存在西边的太阳还是东边的太阳，那么就是这一个太阳。你这个世界上不能有2个太阳，就这一个太阳。它肯定是每天是东边升起来，西边落山嘛，就是这个太阳。好，你现在唱这个太阳快要落山了，红太阳毛泽东快要落山了，什么意思？这个很严重啊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被批判嘛，对吧？结果呢，60年后啊，一甲子轮回到现在，那这首歌又变成红色经典了。那你又要对它庄重了啊，你要敬畏了。60年前你怎么不敬畏呢？然后现在又开始做这种解读。那当然了，现在这个解读还是在澎湃新闻还是在这一层。如果仅仅止于这一层的话，那就是说对这个郭德纲而言还是安全的，可能是最好的结果啊。罚款一定时间的这个限制，不让演出什么就过去了。但是如果像我刚才分析的第3层再上一层，那就没有回头的路了啊！就说如果你这个影射上升到习近平这层了，就跟文革时候上升到毛泽东这一层了，那你就完蛋了啊！那郭德纲在中国的路真的就走到头了，而且他有可能也走不了啊，还出不去。好，这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，感谢收看、订阅、分享。